再度听到周温的消息，是3个月后的事情，我已经逃出了边境，在吐蕃的小城里安家。在茶寮里，我听人说，这些日子中原的皇帝大病了一场，病好后一反常态，开始扩充后宫。听了这个消息，我心里竟有一丝慰藉，或许周温这样天生的政客，本该冷酷无情的活着，情爱于他才是耽搁。顾太傅显然在这点上和我的认知是一致的，我甚至有些怀疑，我能如此顺利的逃出边境，暗中有他的帮助。很快，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在边境小城落脚后，有人给我送来一份假的户籍身份，这种东西，若非顾连城这样的级别，很难办到。有了这张户籍身份，我不仅可以异地安家，日后也会少许多后患。我不是自命清高的人，理应就坡下驴接受他，可是看到户籍名字的那一刻，我犹豫了。顾思优，顾家到了我这一辈，是思字辈，顾连城给我这样一个名字，是想告诉我，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还是认我的。想当年，我阿娘挺着肚子去长安，那样悲的求他，他都没有认下我。如今，他老来老去，人生圆满，要卖我一个人情，让我多一个依仗。可我凭什么要领他的情，让他弥补年轻时的亏欠？当初，我默借着他的名头，孤身一人闯了皇宫，如今自然也能孤身一人闯荡江湖。我所依仗的，从来不是什么血脉身份，更不是任何人的庇护，我只有我自己而已。想到这里，我便把这份户籍身份放回了原处，另附上了一张字条，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我与顾太傅从前毫无瓜葛，日后亦然。我想顾连城会明白。3日后，字条和户籍身份被人呈到了顾太傅的案头，顾太傅深深叹了一口气，便起身上朝了。退朝后，周温留顾太傅问话，顾太傅拿出了手里的字条，双手递给了周温。周温看到字条后，没有太过惊讶，只点了点头。朕知道了，把你留在那儿的人撤回来吧。他扭头，又想起了什么。前些日子你说要选些妃嫔进宫，平衡势力，这件事你和母后商量就好，朕没有意见。陛下，顾太傅欲言又止，老臣有一句话，到了今日，不得不说了。周温抬眼看他，语气却是轻飘飘的，太傅请讲。顾太傅深吸了一口气，恭恭敬敬地跪在了周温面前，行了一个大礼。自先太子薨逝，老臣便做了陛下的老师，这些年，老臣看着您从半大的孩子，斗皇叔，杀八王，直到坐上这龙椅，每一步都是老臣陪在您身边，风雨走来，老臣与陛下是臣子，是恩师，亦是战友。如今天下初定，未来还有许多坎坷要走，老臣会像从前一样陪伴着陛下走好日后的每一步，也请陛下注意脚下，千万不要行差踏错，因为一粒小石子摔了跟头。听他这样讲，周温竟然笑了一笑。太傅说的没错，朕从小的每一步都是朕磨走过来的。中秋赛诗宴上，朕看中皇爷爷准备的彩头玉麒麟，你们不许朕拔头筹，怕其他皇叔忌惮，也怕皇爷爷觉得朕争强好胜。后来三叔得了那个彩头，太傅又教朕用手段，让三叔自愿把彩头送给了朕，那时您教朕这是育人之术，朕谨记在心。他叹了一口气，如今想想，便是这些所谓的育人之术毁了朕的一辈子吧。顾太傅听他这样说，当下大骇，想要劝阻，陛下。周温却笑了一笑，制止了他，语气轻松继续道，太傅大概觉得朕是你座下最好的学生，那么今日朕索性和你坦诚相见，让你看看你多年来引以为傲的学生是如何一个真面目吧。周温拉开了身后的柜子，里面安放着一卷卷的文书，周温随意抽出一卷，上面竟然是顾太傅和他母后的密谈，在商议皇帝子嗣之事。顾太傅看到被工人抄录下的字字句句，震惊不已，陛下竟派人监视自己的母后。周温惨叹一笑，凡人做事百密一疏，疏的往往是自己最信任、最容易忽视的角落，这话是顾太傅教朕的。顾太傅点头，她毕竟是你的母后，子嗣之事也是。顾太傅没有说完，便被周温打断，所以他抬举娘家的亲戚进门，做朕的妃子，也是为朕考虑。别人的娘亲不是这样的，比起关心家族的利益，娘亲应该更关心未来的儿媳和不和儿子的心意。顾太傅身处这个位置，朕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当成儿子来看待了。朕没有童年，没有娘亲，没有爱人，只有皇位。顾太傅看周温像说笑一样，平静地吐出这一句，喉咙哽咽，陛下。周温却浑然不觉地笑了一笑，
所有人都把朕看成一个获取权力、实现抱负的工具，这些人里也包括你，顾太傅。夺嫡的一路，朕从未有过安全感，仿佛朕踏错一步，你随时就会把朕抛弃，另寻明主。朕被你们这样粗暴地对待着，因此也把其他人看成是朕的工具。如果不是遇见了铃铛，或许朕会这么一直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他抬眼看那份写着顾思优的户籍单，脸上露出了淡淡的温柔。小雀领一役，朕最高兴的不是赢了八王，而是朕发现朕的心竟然可以为了一个女孩如此剧烈的跳动。看到她昏迷不醒，朕竟然如万箭攒心一般，一步也无法离开她的榻前。原来在铃铛面前，朕是可以做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的那一刻起，朕有了贪念，不想再活得像个冷漠的算盘。可悲哀的是，朕唯一能留住他的办法便是算计他。顾太傅沉默已久，终于开口，陛下要处置沈家有1万种办法，陛下选择让沈瑶行刺，实则是想借着负伤，给铃铛伯一个救驾有功的美名，方便他抬名分吧。周温淡淡一笑，看着手掌上狰狞的刀伤，朕表彰的谕旨都拟好了，只是没想到。顾太傅对周温深深一拜，陛下今日与老臣敞开心扉，老臣很感激，但铃铛绝不是能在皇宫里陪陛下走完一生的人，陛下想必知道这一点，才会吩咐老臣给他户籍。既如此，周温莞尔，既如此，你便让朕自己一个人挺一挺吧。顾太傅愣住了，周温波澜不惊，语气平静，若挺得住，能把他忘了，朕就做回从前那个怪物，在这龙椅上陪你镇着这座江山。若挺不住，顾太傅当时有点急了，若挺不住如何？周温叹了口气，若挺不住，你和母后便自求多福了。顾太傅或许知道，周温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到了极限。几日后，吐蕃使臣来见，周温竟当场指出他们岁贡不足，有不臣之心。吐蕃日渐壮大，确实不得不防，朝廷为此出了不少主战派，顾太傅却担心周温借此机会对吐蕃发难，还有别的意图，于是便背着周温来到边境小城寻我。这几个月来，我在中原与吐蕃的商队之间混了个脸熟，时常帮他们守护财货，赚一些跑腿费。商队们常去的一家客栈里，有个绰号叫鹦鹉的掌柜看上了我的功夫，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守店。价钱谈拢后，我便答应了他。鹦鹉这厮是个自来熟，逢人便喜欢打听八卦。有一天晚饭喝了酒，他特意留我说话，丫头，跟哥说句老实话，你一个人在边境谋生，是在那边犯事儿了吧？他问得很随意，我答的也随意，是啊，捅了皇帝一刀，然后跑了。鹦鹉莫绷住，把酒喷了出来，哥莫跟你开玩笑，正经问你呢。其实我也没和他开玩笑，但料定他不会信，我还是把真相包装了一下。有个大官要纳我为妾，我不乐意，就跑了。鹦鹉点头，很是赞赏，有骨气，咱这长相怎么也得做大房是不是？我挑眉看他一眼，不想搭理他。谈好的买卖里只说守店，莫说陪聊，陪聊得加钱。鹦鹉笑笑，真是个傻丫头，哥这个店里最值钱的就是我本人了，你守什么店啊？守我就行了。我在边境游走几个月，知道这里民风开化，许多男男女女厮混在一起，却不强求名分。我大概猜到了他的意思，那个不行。鹦鹉鄙视的看了我一眼，哪个？瞧你这思想，哥一个人太闷，雇人陪哥说话不行。再者说，若不是哥拦下你，你以为你能护着那个商队去吐蕃？那户徽商3天前上的路，如今估计已经全变成了白骨。见我有些发愣，鹦鹉戏谑一笑，他们一进这个地界就被人盯上了。振魔说，反倒是这厮救了我，自从经历周温以后，我对无缘无故的善意都很警惕，于是便想当场还人情，你既然救了我，我不会叫你白救，只是现在身上的钱不多，你可以说个数，我给你立字据。鹦鹉促狭的看了我一眼，哟，局气呀，那么你写吧，欠我100万。我第一回遇到这魔不要脸的，刚要反驳，鹦鹉便又开口，怎么觉得自己不值这个价？别轻易看低自己呀，来，哥哥抬举你。我被他一噎，硬着头皮写字，但那100万的万字却怎么也落不下去。鹦鹉见状扑哧一笑，刚劲一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呐，究竟谁给你养成这种不肯低头的臭毛病？这还怎么出来混啊？他推了我一把，你就不会叫一声好哥哥，求求我。不求，就欠你100吊钱，爱要不要拉倒。说着，我便要把字据拿走，鹦鹉见我急了，一把将条子抢了过来，嬉皮笑脸道，麻雀在小，
好歹也是肉啊。顾太傅不知道在客栈外看了多久，等我注意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衣领上竟落了许多露水。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他，对鹦鹉遮掩道，这老头八成是问路的。顾太傅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说他是寻亲，要与我单独谈谈。进屋后，我开门见山，几日前我已经将户籍单子还给太傅，太傅如今急匆匆赶来，莫不是来抓我的吧？顾太傅苦笑一声，很认真地看着我，或许你觉得我并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现在我站在父亲的角度，问你一句，若是陛下愿意抬你做皇后，专宠你一人，再由顾家做你背后的依仗，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去？这话问出来，我觉得顾太傅大概是疯了，周恩失忆了，没告诉大家我毒他又伤他。顾太傅扶额，只觉得头痛万分，陛下对外并没有声张今日我来，也是背着他来的。我不太能明白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但好在我对周恩的警惕性一直线上。我既然逃出来了，就绝不会回去。至于和太傅的关系，条子上我已经写得很明白了。顾太傅点了点头，你既然不想回去，就答应我另外一件事。你说，万一日后撞见了陛下，别给他留任何念想。我以为我那一刀给的已经足够绝情了，但既然顾太傅这么说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顾太傅走后，我在他坐过的地方发现了一对玉镯和一张字条，说是日后我出嫁了，这算是他的一点心意。我想也不想就把那对玉镯扔了出去，莫成想鹦鹉一下子就接住了，他一脸看大戏似的笑意，就是那个老头，想那你不是什么呀？不是，他虽然是便装，但穿的是官靴，鞋底有玉的官，至少是2品了，可不就是你说的大官模。我发现鹦鹉这厮聒噪的很，干脆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片刻后，鹦鹉舔了一下我的手心，我触电般把手缩了回来。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要不要和我做点特别的事儿？我尴尬不已，你就那么想同女人睡觉？要不我去给你在街上找找。鹦鹉闻言，狠狠地敲了我的脑袋，一整天的想什么呢？我是问你，想不想跟我做点特别的买卖？至此我才知道，鹦鹉的这间客栈是一个据点，平日里他还倒卖两国间的情报，专门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自周恩对吐蕃使臣发难后，两边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周恩这边明显是想涨岁贡，外加一些附加协议，逼吐蕃到绝路，若是吐蕃从了，便从了，不从便有了发兵的由头。而吐蕃这边则希望谈条件，外加和亲来缓和关系，但这个条件怎么谈，和亲由谁匹配，就十分微妙了，一个不对就可能被周恩拒绝，不得不兵戎相见。为此，他们分外需要能刺探消息的中原人过来帮忙。鹦鹉活干得怎么样，我不清楚，但他宣传的实在是好，有风声冒出来后，吐蕃的世子便亲自找上门来，想让鹦鹉找一下负责外交口的官员，给探个口风。不得不说，鹦鹉到底还是有点本事，他搭关系找到一位鸿胪寺少卿，愿意从中周旋，但谈事来不了边境，他要我们去长安。长安这地方，我这辈子不想再去第二回了，可鹦鹉却借此发难，每天见我便是念叨，当初他好歹救了我一命，如今只是去长安帮个小忙，我却不情不愿，实在是个白眼狼。我被他念得烦了，便松口答应了他。毕竟鸿胪寺少卿只是一个从5品的官，和周恩差着10万8千里，应该不会那么倒霉被他遇见。尽管遇见的可能性不高，我还是尽可能的小心翼翼。对着镜子，我将假胡子在脸上反复粘了一圈，直至完全认不出本来面貌，才轻轻松了口气。鹦鹉见我紧张过度，觉得十分好笑。丫头，我瞧着你莫跟我说实话，说真的，你是不是在那边杀了人？我并不想接他的话茬，可这厮却在一路上反复打探，我实在懒得理他，便激他道，你一口幽州口音，如今却孤身一人在吐蕃倒卖情报，你敢告诉我你姓甚名谁，怎么来的这，我就告诉你我的事情。鹦鹉笑了一笑，哥哥的真名，只告诉哥哥的相好，你确定你想知道？我摆了摆手，我对你没兴趣，你也别来打探我。鹦鹉讪讪一笑，我瞧着可不是这么回事，你扮作男的，不就是为了晚上和我睡一屋？我被他一激，差点咬到自己舌头，你胡说什么？鹦鹉无辜把手一摊，本来的魔，你若扮成我的表妹，再不济扮成我娘，我能想到这一层吗？我被他一噎，无可奈何，你别多想，我得罪的人眼睛很毒，我不能扮成女的。听罢，鹦鹉大大咧咧笑了一笑，
这样哥哥就放心了，晚上灯一关，我就当你是爷们儿。我瞥了他一眼，不再搭话，到了晚上，便一个人拿着被褥铺在了客栈的外间。鹦鹉挑眉看我，哟，这是给哥哥收拾的。我自己躺在了地上，闭上了眼睛，别忘灭灯。鹦鹉笑了一笑，很是稀奇，哥哥这么多年在边境开客栈，也算看见了不少姑娘，你这一类的，算是极少。他越说越来劲，蹲在了我的地铺边。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这样的，男的先高姿态地铺，说要睡在地上，然后冻得瑟瑟发抖。这时候，女的该不忍心了，当即就说床铺挺大的，要不一起躺着说罢。他冲我挤眉弄眼的笑，哥哥本以为今晚咱俩也得来上这模一出呢。我抬眼看他，那你要主动在地上睡吗？鹦鹉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直白的问他，他一噎，说话有点不太利索，倒是可以主动要求在地上睡，那你也得。我不等他说完，把被子往他怀里一扔，既然你主动要求，你就睡地下吧，赶紧的，少说话，烦。鹦鹉脸上一红一白，煞是好看，我莫再搭理他，径直走到床边睡觉。半夜里听到鹦鹉的唉声叹气，我忍俊不禁。小雀岭围堵以后，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发自真心的露出笑脸。第二天，鹦鹉显然没有睡好，露出了黑黑的眼圈，他冲我大吐苦水，地上太潮了，哥哥的腰都要完了，今晚咱们得划拳决定谁睡地上了。我冲他一笑，哦，一般这种情况不都是男人主动谦让女人吗？呸，那帮人要不就是真傻，要不就是莫安好心，哥哥两种都不是，你要对我莫意思，我便不会再对你费心了，强扭的瓜不甜。鹦鹉倒是坦然，我点了点头，那咱们俩算是一类人。鹦鹉看我一眼，突然笑了笑，那你什么时候要是对哥哥有意思了，记得告诉哥哥一声。他咳了一声，这样我才好把你放在考虑范围内，再细细的筛选。我笑了笑，没有回他，鹦鹉却突然较劲起来，什么人呐？有人跟你说话呢，好歹给个回音啊。好，我知道了。听罢，他终于挥了马鞭，向延寿坊而去。延寿坊在皇城以西，靠近热闹繁茂的西市。当年在皇长孙府里时，周温偶尔会带我去西市吃锁饼，吃完了便散步去延寿坊的古池，赏一赏池水，聊点有的没的。重看旧日景色，难免想起一些不太好的回忆。我早早把车帘放下，趴在窗边犯瞌睡，却不料片刻后，马车竟被人拦了下来。来人一身士兵打扮，态度很不好，赶紧下来，封路了，前面车马不通。鹦鹉并莫被气势吓住，转而顺杆爬，军爷，今儿不是上元节吗？怎么来这儿公干了？士兵似乎很不爽，别提了，上头的命令，甭打听，都赶紧走。鹦鹉见状便叫我，舅，下来吧，咱们得走路了。我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险些没接住他的戏，片刻后才反应过来，赶紧装作腿脚不便的样子，扶着他下来走。走到延寿坊古池不远处，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脚下一慌，险些摔了个跟头。鹦鹉稳稳地扶住我的腰，促狭一笑，小声道，想吃哥哥的豆腐就直说，别这样。我完全没听进去鹦鹉的话，只看着眼前一道玉冠青衫的背影，有些缓不过来。周温做皇帝以后，极少微服出宫，如今到这里来做什么？我低头不再看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不料周温的侍卫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这路不通了。周温微服出巡，侍卫也只穿了普通的衣服，鹦鹉似乎没见过人这磨横，当场顶了回去。你说不通就不通了，当哥哥两只眼是用来喘气的磨，刚才还有人走过去呢。侍卫一怔，去看周温的眼色，鹦鹉却很不耐烦，赶紧的，哥哥赶时间呢。周温显然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莫意识到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用指尖轻轻划过古池边石碑上的诗，雨细机逢耕读去，日斜时现调人回繁华，自古皆相似，今古荒原土一堆。还记得当初我不懂品诗，乍一读便夸这诗好，尤其后一句念起来十分的干脆，周温却感伤其中的荒凉萧瑟，对这首十分看不上。当时我便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继续聊下去了，只能尴尬的笑笑，直言自己并不懂诗。如今周温站在这首他不待见的诗边，用手指轻轻划过上面的字句，轻轻叹了一句，的确是首好诗。片刻后，他抬手命人把这里砸了吧。话音刚落，侍卫便招呼了一群人，七手八脚便将石碑古池弄了个面目全非。鹦鹉见周温如此有底气，气势上顿时矮了3分，
可他嘴上却不肯认输，对我道，舅，今儿不巧遇上纨绔焚琴烧书主大贺了，咱们绕道。我点了点头，低着头从周温身边走过，脚底哆嗦，心跳如雷。好在周温正在出神，并没有发现我。等到了延寿坊的金器阁外，我确定后面没有人跟来，才将将的松了一大口气。鹦鹉看我脸色发白，一言不发，便问道，就相识？他伸出手，你刚才拉着我，出了好多汗。我点点头，随口遮掩，我杀了他亲爹。鹦鹉哑然，显然是惊讶极了，看他样子，家世不低，你这真是冒险陪我回长安啊，丫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不想再和他纠结这些有的没的，只告诉他，缺钱，再加上确实欠了你的情，我这人不爱欠人东西，你若是内疚，就多给我点跑腿费。鹦鹉嫌弃的看着我，财迷，给你钱就是片刻后，似乎又有点反悔，确定要钱不要色？这个抠逼，我懒得再搭理他，一路走进了金器阁。鸿胪寺少卿魏东篱已经等了我们好久，有些不耐烦了。他看了一眼柜台上的一件金器，扫了我们一眼便走了。我有些愣，看向鹦鹉，鹦鹉似乎很熟悉的样子，指了一下魏东篱看过的金器，花钱买下。我有些不解，你要送礼，干嘛不刚才给他？鹦鹉出门后，便在无人处碎了金器的外皮，才发现这是一个假货，我登时急了，这户是奸商，找他算账。鹦鹉拉了拉我，叫我消停点，经他一说，我才明白，原来这户金器阁是魏东篱的亲戚在经营，里面卖的金器有一半以上都是假货，但凡有人要找魏东篱办事，便按他的指示，用实价买一件假货，这笔买卖就算落了定金了。我忍不住瞠目结舌，这样一番操作，就算查出来了，也只能抓亲戚家售假，管不着做官的源头，现在贪官办事儿都这么滴水不漏了吗？鹦鹉瞥我一眼，瞧这没见过世面的，走，哥带你去乐呵乐呵。平康坊有长安最大的青楼，我以为他会带我去那儿，结果他一掉车头，却带我去了西市边的礼泉坊。这里往来许多西域商人，就连食肆也都是异域风格。鹦鹉坐在酒肆边，喝了一口青稞酒，就着烤羊排，浑身上下透着舒坦。我嫌弃的看着他，在边境就好这一口，还吃，不腻吗？他瞥了我一眼，不喜欢长安，不行吗？我坐在他身边，陪他喝了一杯，我也不喜欢。碰杯时，我听见隔壁桌子的人在议论最近城里的趣事，据说长安城最近出了个纨绔，不知道是谁家的子弟，做事极其蛮横。先是命西是一家老字形大小的锁饼店迁址，又砸了延寿坊的古池子，改建成花园，还有皇长孙府外的一处长孙常去的马球场，据说也被勒令重建了。我听完心中一怔，顿时明白周温在干什么。我认识他这么久，周温做的所有事大多都有复杂的目的，这大概是他唯一一次凭着自己心意任性而为。他要把我们有过回忆的地方都毁了，这样很好，他能放下这些东西，便能放过我。大概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大胆的回我的江南，再也不用如此提心吊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有些高兴，和鹦鹉多喝了几杯。大概古语云，乐极生悲，都有它的道理。我莫想到周温深夜里竟然没有回宫，更没有想到一贯喜欢松花酒的周温竟然会来礼泉坊点一坛吐蕃盛产的青稞酒。我远远的看他走来，拿着酒杯的手顿时有点抖。鹦鹉察觉到我状态不对，在桌子下握紧了我的手，我还以为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吓成这样的。是啊，我过去也做过许多危险的事，但从没在哪一刻像如今这样害怕。如今我究竟是怕什么呢？仅仅是怕被抓回去吗？我没有来得及细想，周温便径直走来，坐在了我的旁边。两位从边境来。我握紧了兜里的短剑，随时准备和他拼命，却不料鹦鹉冲他笑了一笑，兄台如何看出来的？周温莞尔一笑，我朝边境地处高原，日照强烈，久居那里的人肤色自然与本地人不同。哦，你是说我们俩长得黑，还有高原红？我已经都要吓尿了，鹦鹉这厮居然还有心情和他讨论什么肤色不肤色。周温抬眼看了鹦鹉一眼，也笑了笑，别误会，没有恶意，我没去过边境，想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的。鹦鹉笑了一笑，竟然很认真地给周温讲起了边境小城的四时风物、人文景色，我如坐针毡，只盼着这厮快点说完。好在周温听了许久后，终于不再问新问题了，
他在桌子上留下一块赤足巾，很礼貌地说了一声多谢便离开了。我如获大赦，当晚便商议着鹦鹉赶紧离开长安，之前他承诺我的跑腿费我也不要了。鹦鹉了然地笑了一笑，丫头，你又骗了我，你根本没杀人家的爹，对不对？见我不说话，他点了我的额头，你是不是喜欢他？我愣住了，坚决否认，喜不喜欢一个人我还是很能分得清的。鹦鹉见状了然一笑，断定道，那你就是怕你自己喜欢上他。我急于否认，鹦鹉打断了我见过你守商队的样子，要命的危险你也莫怕过，岂会因为一个男人吓成这样？承认了吧，承认自己的心，不丢人。或许鹦鹉局外人反而看得清楚，我真的是因为这种事情害怕回到长安，更怕再见周温。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变得非常沮丧。或许你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允许自己被他动摇了同样的坑，再掉第二回，那就实在太傻了。鹦鹉眼里闪烁着狡黠的光，我要是你，就是喜欢一下别人，比如我是说，比如我要是有一个绝对不能再动心的人，我就会试着喜欢一下身边的人，比如说你。滚！我踢了他一脚，地铺摆在地上，鹦鹉就是倒在了上面，准备睡觉。我很诧异，早上不是还说睡这腰要坏，猜拳定睡哪磨？鹦鹉笑了一笑，莫听过一句话磨，尤物杀人不用刀，女人的腰也很重要，万一日后你转念跟了哥哥，我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这亏我可不吃。话音刚落，我的短剑就飞了过去，鹦鹉轻松地把短剑接住，又飞至回来，灭了烛火。黑暗里传来他低低的一笑，不和你闹了，睡觉。第二日，鹦鹉在客栈等信儿，我却在想昨晚鹦鹉对我说过的话。明白了我怕的究竟是什么后，许多细节变得耐人寻味起来。西山围猎时，周温委屈无助地哭求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刀。其实我若只是想跑，完全不必如此。想来当初下手如此狠毒，也或许是因为周温那时的样子太像我爱上的那个长孙殿下。我下手毁了他，也就绝了心里的念想。这样一想，我心里更加不平静了，几乎数着日子，盼着赶紧把事情办完，早点回到边境。好在魏东篱虽然贪得无厌，但办事效率很快，没多久就给我们传了口风。他透过宫里的人打探过了，近些日子，陛下派人去吐蕃查过一个女子。陛下让人详细记录了那名女子在边境的林林总总，每3日向宫里发一次信，但那些费尽心机得来的记录，他一眼都没有看过。魏东篱分析，陛下应当是对那名女子有意的，且到了非常的程度，否则不会关心至此，却又忍着不敢看。基于这些情报，魏东篱给鹦鹉出了一个歪招，让吐蕃王室去找那名女子，不管用什么手段，把她变成吐蕃的公主，送来和亲。魏东篱确信这样做至少有60%的把握让陛下拒绝不了这样的条件。除此之外，在岁贡上把今年亏欠的还上，明年再多交1成，这件事基本就可以十拿9稳。说罢，魏东篱把那名女子的画像交给了鹦鹉，鹦鹉很是满意，看着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得意。怎么样，哥哥的差事办得漂亮吧？咱们明日就可以回去了。我看了一眼画像，内心略有酸涩，恐怕我不能跟你回去了。鹦鹉一愣，魏石魔？其实我也想问问魏石魔，我已经很努力地逃开了周温的算计，走到了他这辈子都没有去过的边境，然而却又再一次落在了这样的境地里。如果我没有跟鹦鹉走这一趟，吐蕃的世子得了这样的情报，照样会派人在边境找我，我孤身难敌，很可能真的会莫名其妙地变成吐蕃的公主，被送回周温的面前。鉴于我对周温的了解，忍不住怀疑，这一次又是他的手段，但念头刚刚生出来，便被否决了。若是周温想抓我，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派他的眼线动手就好了。我发现我越来越看不懂周温了，但无论如何，鹦鹉得了这样的情报，我就再不能回到边境去了。我并未跟鹦鹉说透，只说想起了一件没有了结的事情，要回江南看看。鹦鹉闷闷不乐了几日，临行前对着画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把我拽到了房间，神情怪异，想了半天才问出口，丫头，记得当初在客栈，我第一次问你是不是在中原犯了什么事，你对我说你捅了皇帝。他深吸了一口气，尽量用轻松的表情看着我，这事儿该不会是真的吧？我挤出一丝笑容，也用轻松的口气回答他，怎么可能？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笑了笑，骗子。依照鹦鹉这个贪财的德行，他若知道我就是那个女子，会不会把我卖了？我这样一想，
便握紧了袖子里的短剑。却不料鹦鹉早早就料到了我的举动，抢先一步把我手里的短剑夺了下去，下一秒就将我整个人摁在了墙上。我被他制住，气愤不已，情急之下只能破口大骂：鹦鹉你大爷，黑心肝的东西，早知道你是这个德行，我就该不告而别。鹦鹉也骂我，究竟是谁黑心肝？我还以为这一路上咱们已经培养了不一般的感情，你倒好，说走就走，让我一个人回吐蕃，像傻子一样按画像找你，玩我有意思磨。鹦鹉数次跟我斗嘴，却从未与我动手，看得出来他是真生气了。我尽量平静下来，这样你做成这单生意能挣多少钱？咱们俩好好谈谈条件。鹦鹉挑眉笑笑，钱银无数，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送我一个官当。若只是钱，或许还可以想办法害他，但和权力扯上关系，那就彻底没法和他谈了。我认命般的叹了口气，算了，该怎么住就怎么着吧。鹦鹉惊讶我这么轻松就放弃了，你不再求求我？他问完便后悔了，讥讽一笑，险些忘了你这丫头不会求饶。当晚我被鹦鹉捆了手脚，由他一口一口的喂饭。我不愿配合，索性紧紧闭着嘴。鹦鹉也越发看我不顺眼，他捏紧了我的脸，逼我开口吃。我被强塞了一嘴的米饭，剧烈的咳嗽起来。等我咳嗽完，才蓦地发现鹦鹉这厮已经被喷了一脸米粒，他黑着脸擦乾了脸上的米，变得更加生气了。我们就这样谁也不说话，置气了足有半炷香的时间。鹦鹉的话痨属性终于让他憋不住了，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跟小爷道歉。听到这话，我便气笑了，这人简直是有病。我一没让你绑我，二没让你喂我吃饭，现在弄成这样，反而是我的错了。鹦鹉的脸色更阴沉了，小爷说的不是这件事，我好歹救了你一命，你却想耍我玩，跟我道歉。他平常说话就不着调，现在更是不着调了。听他这样说，我也生气了，什么叫耍你玩？且不说你救我的情谊，我已经努力害你了，就说咱们俩萍水相逢，连彼此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我凭什么信你不会为了钱把我卖给吐蕃世子？他瞪了我半天，似乎也觉得我说的有一定道理。片刻后，他拿出了我的手，在我手心写了2个字。我低头看去，发现是陆轩。鹦鹉脸色不变，静静地看着我。幽州郡守的小儿子，大名陆轩，表字仪廷，今年27，定过亲，但莫来得及过门，家就被抄了。幽州郡守一生清正廉洁，却因为卷入政斗，被先帝满门抄斩。按道理，陆轩应该是一个死人。我很震惊，他竟然和我说起这个。鹦鹉却微微勾了嘴角，现在你知道了。我一时震惊，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鹦鹉看着我吃惊的样子，有些戏谑，别光是不错眼珠的看着哥哥，轮到你了。我哑然了片刻，终究还是告诉了他，我叫铃铛，娘亲是余杭花魁，爹不提也罢，当年替娘亲报仇进了宫，跟周温有过一段孽缘，现在逃出来了。鹦鹉笑了笑，促瞥了我一眼，还有呢？见我茫然，他瞪了我一眼，别装傻，芳龄几许，有没有未了的婚约？20有2，委身过2个人，出来后没有定人家。我答完，他淡淡一笑，吃了一句，真傻。凭什么骂人？没骂你，就是觉得你有一说一的性格，还挺可爱的。他说完，不等我反应，直接将我抱到床上，盖上了被子。行了，你休息吧，情报的事情，哥哥在想别的办法。说罢，他便要走，我正了正被绑住的手脚，忍不住叫住了他。鹦鹉，你什么意思？鹦鹉冲我勾起了嘴角，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就好好想想。话音落了，我听到他关门的声音，天色一点点暗了下来，我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长到这么大，我从未被人认认真真的珍惜过。当年误会周温珍惜我，结果搏了一命，换回一身再也抹不掉的伤疤。如今我不想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了。或许我这样的人原本就不应该奢望别人的珍惜，我珍惜我自己就足够了。想到这儿，我便下了决心要走。终于，我想办法割断了鹦鹉绑我的绳子，在雪白的信笺上留下几个字：德君清眼，不胜感激，今日一别，万望珍重。